在10万颗糖豆里藏着一颗黄色的子弹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糖豆和子弹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体积很小，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老王提议可以在里面加入水，糖豆容易溶解，而子弹不会。只是这么多的糖豆溶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都是黄色的，一样很难找。主持人建议他们用嘴巴去找，一口咬碎就是糖豆，硌得牙疼肯定就是子弹。这个方法通俗易懂，3个大男人秒变3只大鸟，开启了击刀米模式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主持人决定让他们凭本事获取奖励，用手中的玩具枪击中前面的水杯，谁打落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每个人有5颗子弹，黄毛第一个先来，瞄准目标开始射击，枪法一点也不准，只打中了2枪。他的成绩是9个水杯。轮到老王了，他的枪法很准确，第1枪就打掉了大部分的杯子，好像高兴的有点太早了。接下来的4颗子弹全部打偏，老王的成绩是7个杯子，而乔治不慌不忙，淡定的打了3枪，杯子纹丝不动。2位对手却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最后1枪终于击中了目标，打掉了11个杯子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10分钟，其他2人只能在边上眼巴巴地望着。这些糖豆坚硬丝滑，乔治躺在里面得意忘形，或许玩一整天都不会够。他扒开一颗一颗的糖豆，均匀统一的颜色实在头晕，而那颗子弹又很相似，一个人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啊。很快10分钟结束，继续开始第2个挑战，往玩具枪里面装子弹，谁先装满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3个人同时开始把子弹挤出，然后赶紧装，手忙脚乱，子弹还小。黄毛首先完成了任务，数了一下，1颗没少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糖豆有些重量，而子弹很轻，只要吹上一口仙气，飞出去的肯定就是子弹。听起来好像不错。黄毛掩饰住内心的小激动，若隐若现的开始尝试，生怕被别人发现了。只是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们继续开始第3个挑战，蒙眼装糖豆，不多不少，每人100颗，必须把糖豆装进另一个杯子里，谁装的最多就能赢到放大镜。老王蒙上眼睛，主持人悄悄把水杯放到一边，没想到老王的第6感这么灵敏，竟然找到了水杯。他凭着记忆一颗一颗的往里面放，虽然洒出去很多，但他的方向是对的。最后数了一下，装了44颗糖豆。轮到乔治了，这一次杯子放得有点远，他用糖豆听声辨位，希望能找到杯子。牺牲了那么多糖豆，终于找到了，于是一鼓作气把剩下的全部倒进杯子里，结果1颗没进去，他只装了1颗糖豆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只是他的运气太差了，始终找不到杯子在哪。直到丢完了所有的糖豆，黄毛的杯子空空如也。这一关老王赢了，他拿着放大镜开始寻找，仿佛又多了一只眼睛，但是子弹不知道被翻去了哪里，加上放大镜依然找不到踪迹。第4关挑战是踩气球，谁先踩完就能赢到手电筒。3个人一起开始了比赛，用力踩爆脚下的气球，再把墙上的一一扎破。乔治的速度很快，但无需发一次性击中了白色气球。主持人告诉他手电筒的作用，塑料子弹在光照下会发光，所以找到的几率特别大，但是只能使用5分钟。为了方便寻找，特意关闭了现场的灯光。乔治扒开一层一层的糖豆，在光照下颜色统一，并没有变化。突然一个亮点出现，他紧紧捏住，终于找到了那颗子弹。多亏了手电筒的帮助，寻找了4个小时，太不容易了。幸运的乔治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一颗泡沫球里藏着一颗白色的珍珠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万美金，周围还隐藏着各种惩罚或奖励。白色的泡沫球填满了整个房间，而珍珠的尺寸又很小，想要找到它比海底捞针还要难。3个大男人竟然莫名的有些兴奋，躺在泡沫球里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黄毛往前一趴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大大的插号，玉版很不好。他转动转盘，转到了绑住双腿15分钟，黄毛变成了美人鱼。杰克和乔治一点也不羡慕他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连珍珠的影子都没有发现，而杰克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5分钟，一个是瘸子，一个是瞎子。乔治感觉机会来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钻到桌子下面去寻找，但是却找了个寂寞。杰克的惩罚时间到了，他解放了双眼，只是消失不见的珍珠让他和瞎子有什么区别？主持人拿来3个容器，在里面加入神秘的液体，当接触到泡沫球时立马就被溶解。30秒的时间可以让整块泡沫板消失吗？谁溶解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1次，失败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把泡沫板掰开小块，然后放进容器里，一边溶解的同时一边往里塞。很快30秒结束，主持人比较了一下高度，杰克溶解的最多，乔治的最少，所以他要转动惩罚的转盘，转到了用胶带绑住双手，而且还不限时。杰克转到了使用鼓风机1分钟，小小的鼓风机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他也只能盲目的浪费时间。好在他又找到一张奖励的纸条，使用金属探测器1分钟，这破机器走到哪里想到哪里，难道这地面也是金属的吗？再说和珍珠又有什么关系？
很快1分钟结束，他们继续用手接着寻找。泡沫球是软的，珍珠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乔治又找到一张纸条，使用磁铁1分钟。他拿着磁铁到处去吸，这宝贵的1分钟说啥也不能浪费。结束才发现珍珠好像不是金属的，所谓的奖励也不一定是奖励。主持人提议让他们藏在泡沫球里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再次转动转盘。黄毛和乔治戴上透气面罩就钻进了泡沫球里，而杰克却躺在了桌子上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果不其然，等主持人冲进来，眼睛只盯着泡沫球，很快就找到了黄毛。他检查了每一个角落处，不小心踩到了乔治。杰克去哪了？摄影师的猪叫声暴露了目标，藏在这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5分钟，把其他2人支走以后，房子里只剩下杰克1人了。他独享着来之不易的空间，很快就发现1个人寻找和3个人寻找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依然还是找不到。很快5分钟结束，其他2人也加入了寻找，几乎找了5个小时，仅有的耐心也快用完了。这样的比赛看似简单，其实很折磨人心。只有黄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好像摸到了什么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那颗珍珠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小的珍珠竟然被他找到了，这绝对是运气爆棚。黄毛沉浸在喜悦中，兴奋不已，一切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一颗水晶球里藏着1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它就是谁的，周围还隐藏着随机的惩罚或奖励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3个人彻底释放天性，在里面打起了滚。老李找到一个罐子，奖励1包饼干，大叔找到了1瓶汽水，在这里面吃东西感觉味道更好了。黄毛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好在他也找到一个，却是惩罚的纸条，双手被铐住15分钟，他双眼紧闭，一脸的人畜无害。手铐怎么突然不见了？黄毛赶紧说是水晶球打开的，不关我的事。还没等他开心，又找到一个罐子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15分钟，该来的还是会来，躲也躲不掉。他们仔细地寻找着这么多的水晶球，想要找到金豆子无疑是海底捞针。大叔觉得可以把水晶球扒到一边进行筛选，但是水晶球太活泼了，很难移动它，下面更是什么都看不到。他只有使用老办法，金豆子比水晶球隔脚，或许可以踩到它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？这时评委提议让他们在里面捉迷藏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赢到护目镜。3个人保持安静，1人一个角落。评委开始寻找，他听到了笑声，在下面抓到一只大腿，找到了黄毛。老李声东击西，扔东西引开他，没想到评委不按套路出牌，反方向扑过去，找到了老李。这一局大叔赢了，拿到了护目镜，他在下面还是一样的看不见，这工具也太多余了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3个人比赛跳水，谁的姿势有创意就能赢到吸管面具。老李张开手臂，直直的趴了下去，评委给他打了8分。大叔选择回眸一跳，像一只大青蛙，评委给他打了5分。白毛的是驴打滚，分数是6分，所以这一局老李赢了，得到了全面照护吸管，但是一样的不好用，趴在下面什么都看不到。第3个挑战是打拳击，输的人要戴上眩晕镜，左勾拳右勾拳，他们打得很嗨。黄毛一个没站稳，首先被淘汰了，又是一拳解决了老李。大叔又赢了，而黄毛必须戴上眩目镜，晕头转向的让他一动也不想动。大叔还是踩着小碎步继续寻找。3个小时后，他突然感觉硌着脚了，蹲下去查看，还真是那颗金豆子。大叔竟然找到了它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不得不说大叔也太厉害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让你在100个美女里找到自己的女朋友，你能找到吗？1颗假花生中有1颗真花生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得1亩地的真花生。满满一屋子的泡沫花生里有惩罚也有奖励，想要找到那颗真的属实不容易。3个人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激动的在里面打起了滚。很快大叔找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绑住双手20分钟。大叔表示没关系，我用嘴巴一样可以找。黄毛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让他戴上拳击手套10分钟，但是这样并不影响他寻找。杰哥那边就倒霉了，他必须蒙上眼睛20分钟，看不到还怎么寻找呢？大叔说你可以用脚踩呀，听到嘎吱一声就找到他了。不得不说大叔很聪明，很快3个人都解除了惩罚，恢复了自由。他们漫无目的的找着，这么多假花生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真的呢？这无疑是海底捞针。这时大叔提议可以把这边的全部推到另一边去，这边检查完之后再推过来检查那一边。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于是他们开始了行动，不停地扒拉着泡沫花生。但是黄毛和杰哥还是没有找到真的，2个人很失望。只有大叔还在不停地寻找，一会找到了喝的，一会找到了吃的，貌似大叔很会找东西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大叔开心地大喊着我踩到嘎吱嘎吱的声音了，接着真的拿出了那颗真花生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找到了它。恭喜大叔今年有吃不完的花生了。幻想一下，如果让你在一堆100面额的钞票里找一张1元的，你会找得到吗？男人找到1颗会隐身的海珠子，
只要把它放进泳池里，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谁能找到它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偌大的泳池水很深，海珠子一点痕迹也没有，想要找到它简直难如登天。看是看不见了，他们只能靠着触感去寻找。半个小时后，3个人没有任何收获。主持人拿来一个防水眼镜，谁能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最长，就能得到它。3个人一起沉入水中，努力地坚持着，多一个辅助工具就多一分希望。老王坚持了35秒，阿伟坚持了44秒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拿到了防水眼镜，有了他的辅助，再也不会担心眼睛进水了。主持人拿来3盒乒乓球，让他们依次放进水下的网兜里，一次只能拿1个球，谁先完成就能赢到新工具。3个人一起拿球，然后潜入水下寻找网兜，距离并不远，他们必须来回循环把小球全部放进去。阿伟很快就找到了技巧，左边2步拿小球，右边2步放网兜，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务。这一关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潜水面罩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再也不用担心脑子进水了。但是海珠子不但体积小，还会隐身，就算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一定能找到。主持人下水试了下，确实毫无头绪。他提议开始第3个挑战，让他们比赛游泳，谁能快速返回就能拿到新工具。3个人疯的一样冲出去，快速游到对岸开始返回。阿伟和乔治紧紧相连，但还是阿伟首先碰到了岸边。第3关还是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对脚蹼，穿上之后就像鱼儿一样身体灵活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淹死了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让他们在水下灌篮，谁能投进就能获得新工具。小篮球轻飘飘的，扔出去就会浮在上面，正常人应该投不进吧。他们轮流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老王这次运气很好，竟然投进了，他终于赢了一次。新工具是一个渔网，只要在水中网来网去，很有可能会网到海珠子。历经了3个多小时，身体没有泡发，他们到累坏了。老王索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无奈放弃了挑战。阿伟和乔治还在继续寻找，只要他还在泳池中就不会放弃。阿伟窝在角落里好久没有动弹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他竟然找到了失踪的海珠子，太不容易了，肯定是阿伟的坚持感动了他。主持人发现尺寸好像变小了，但他没有怀疑，还是把奖金给了阿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一颗假彩虹豆里有一颗爱慕豆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得1万美刀。2种豆子的颜色几乎差不多，只是爱慕豆的形状稍扁一些，上面有一个大写的爱慕，里面是巧克力，仔细一看很容易分辨，但是要在1亿颗里找到它，等于是海底捞针，所以他们会通过各种挑战来获取线索。比赛刚开始，主持人故意藏在里面一块手表，测试一下这么大的东西好不好找。3个人在里面仔细的摸索，老王找到了那块手表，为了奖励他，主持人让他多看了一眼爱慕豆，老王赶紧记住他的模样。随后主持人选了1颗就丢进了彩虹豆里，然后搅拌搅拌就开始了比赛。3个人各捧一堆豆子，开始一颗一颗的筛选。这么多颜色，谁也不知道那颗爱慕豆是什么色，他们只能靠猜测。很快开始了第1个游戏，主持人拿着1颗彩虹豆，猜对颜色的就会得到1个线索。没想到小特一下就猜对了，主持人小声告诉他不是橙色的。主持人又拿起1颗豆子，没想到还是小特猜对了，然后又得到1个线索，不是黄色的。有了这2个线索，小特忽然觉得有些简单了，他猜测可能是最喜欢的绿色，然后他开始搜集蓝色的豆子。大伟和老王在一旁一脸茫然。接着开始第2个游戏，3个人头上有1个水桶，里面有1半的彩虹豆，最后掉落的会得到1个线索。小特和老王2人都很谨慎，只有大伟一直在傻笑，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这时老王的水桶偏离了头顶，所以他失败了，而大伟还在傻笑着，就算笑哭了也没停止。很快他的水桶就掉了，这次小特又赢了。主持人悄悄告诉他不是绿色的，他忽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猜错了，然后倒掉了蓝色的豆子。就算知道了3种不存在的颜色，但是这么多豆子，一个人不可能找到。他决定和同伴分享线索，一起筛选彩虹豆。听到这个重要的信息，老王决定筛选紫色的，大伟决定筛选红色的，而小特又捡起了蓝色的豆子。废话不多说，3个人立马开始捡豆子。半个小时后，主持人让他们开始第3个游戏，3个人把豆子扔向外面的水桶，一共有10次机会，只要进去5颗豆子，就会再放进去1颗一样的M豆。老王开始投掷，只进去了1颗豆子。接着轮到小特了，他也只投进了1个，还有4次机会。大伟必须投进去3颗才可以，他让小特拉着他的手，整个身子伸过去，离水桶的距离就近了很多。他很快投进了3颗豆子，主持人拿着1颗 M 豆就扔了进去，正好扔在了大伟的屁股旁。大伟让他们不要动， M 豆就在旁边。反应过来的主持人赶紧过去扒拉扒拉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就在大伟的旁边仔细的寻找，一颗一颗的筛选。说时迟那时快，3个人一起大叫。只见老王紧紧抓着一把豆子，小特也抓着不肯撒手。老王说你撒手，我分给你1000美刀。小特说3000，少1分我都不撒手。老王爽快地答应了。
他在手心里找来找去，那颗爱慕豆去哪了？然后咬了一口红色的豆子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 M 豆。原来他的手心出汗，把那个字母 M 融化了。他把吃了一半的 M 豆交给主持人，恭喜老王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分给小特3000奖金吗？下一个挑战，奇葩捉迷藏。在1000万颗水晶球里藏着一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3万卢布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而金豆子会沉入池底隐藏起来，所以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3个大男人莫名有些期待。水晶球的质感可以玩上一整天，只是里面的水温很低，但是奖金却很诱人。他们在里面扒拉了半天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主持人拿来3个水桶，每人选择一种颜色的水晶球，谁先装满水桶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老王选择收集蓝色的水晶球，黄毛选择收集红色的，而乔治很聪明，黄色的居多，一抓一大把。他们坐在一起安静地捡小球，好像小时候捡豆子的场景。老王快人一步，首先装满了水桶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金豆子是黄色的，这个线索很意外。老王一转身就分享了出去，告诉他们金豆子是绿色的。狡猾的老王也太天真了，连小孩都知道金豆子是什么颜色，这又不是什么机密。老王忽然觉得上当了，这主持人也太坏了。3个人继续寻找，水晶球是软的，金豆子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看到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主持人忍不住跳进了圈子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寻找的乐趣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金豆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。于是开始第2个挑战，助手把10个弹力球藏进池子里，1分钟的时间，谁找到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他们开启翻找模式，弹力球比水晶球大一些，但是翻来翻去，位置来回移动，只有乔治找到了2个，其他人一无所获。他的奖励是一个渔网，把水晶球盛出来就能挨个筛选，只是这种方式太慢了。乔治索性把小球榨成汁，捏不动的肯定就是金豆子。主持人坐在里面不舍离去，他不相信这样的比赛有多难，非要加入他们一起寻找。助手送他们1人1副手铐，唯一的钥匙就藏在水晶球里，谁先找到就能解放双手。被铐住的感觉太难受了，他们只能用心去找钥匙。黄毛身材瘦小，轻易就翻转了双手，而乔治和主持人怎么也翻不过来，但他竟然发现了装钥匙的盒子。其他人赶紧去抢，乔治紧紧抓住不愿撒手，黄毛使出全力掰开他的手，一下抢走了钥匙。黄毛解放了双手，获得了自由，他还赢到一个盆子。其他人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虽然没了双手，用脚一样可以找啊。助手为他们打开手铐，继续开始下一个挑战，谁先把水晶球投进前面的杯子里就能赢到奖励。4个人轮流去投，这样的距离有些难度。乔治运气很好，终于投进了一个，他的奖励是一根管子，金属碰到管子会发出声音，所以很有机会找到金豆子。乔治半信半疑，一边搅拌一边仔细听声音，就这样弯着腰寻找，而队友却在找机会整蛊他。乔治好不容易寻到的声音，回头一看竟然是人工的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是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寻找。突然一个清澈响亮的声音响起，他试了很多遍依然存在，把手伸进管子的底部，一颗闪亮的金球浮了上来，他终于找到了金豆子。将近6个小时的比赛太不容易了，恭喜乔治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